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整个的情绪的历程，从认知的评估开始，以及它所产生的主观的经验，我们的思维跟行动的倾向，身体上的变化，脸部的表情，还有最后我们的情绪的反应，这些的主要的成分我们都跟大家做了一些充分的讨论啊。那么在结束我们对于情绪的这个讨论，它的这个重要性，最后我们来跟大家谈一下一个比较广泛的议题，也就是情绪跟性别的角色的关系，以及跟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的可能的关系。那我们要谈说性别的角色跟情绪之间的关系，或者所产生的这个差异，或者是文化的价值所产生的这个差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刚才我们在跟大家整理的有关于情绪的成分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来做一个切入的角度，探讨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看这种角色的差异，或者是文化价值的不同的影响，到底是在整个的情绪的历程、情绪的成分的前端的部分，还是也就是认知评估形成的部分，还是在后端，也就是说对于情绪产生之后，我们可能会对它的一些反应的后端的部分所以这种前端的差异跟这个后端的差异可以来帮助我们去理解说，可能在性别之间，或者在不同的文化的价值之间，它怎么样来影响我们情绪的，不管是经验的历程也好，反应的这个差异也好。所以我们前端的差异指的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评估或者是情绪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历程，而后端的差异是指的情绪产生之后，我们对它的反应以及对它所做的调节的历程。其实然后我们的讨论会要彰显的一点就是，其实情绪中间的这些历程，包括说我主观的感受我可能会有的思维跟行动的倾向，我可能会有的身体上的这个各种的反应，以及我的脸部的表情等等，这些中间的成分或者中间的这些历程其实它相对的受性别角色的影响，或者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其实是不大的。它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换句话说，性别角色的影响，或者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它可能影响的是整个情绪历程的前端或者是后端，而不是中间的这一部分。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性别的角色、性别的差异可能对于这个情绪的历程的这个影响。那其实我们对这个我们大概基本上都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好，在我们在社会当中跟他人的互动，跟不同的男性跟女性的互动，大概我们似乎都有一个深信不疑的这样的想法，说男女真的是在情绪的整个的过程上面是有差异的。可是其实我们如果有机会当一个事件产生情绪的反应，我们如果当下的问男性的情绪反应跟女性的情绪反应，那个感受的这个历程，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中间的部分其实男生跟女生其实还蛮相似的，没有差异到那么大。也就是说男生能够感受到的这些主观的经验，跟女生能够感受的主观的经验，身体上的各种的反应，思维跟行动的这个倾向，以及脸部的表情等等，这些其实都蛮相似的重要的差异就我们现在的研究的理解，主要是来自于当这个情绪产生之后，那么男生跟女生会怎么样对它做进一步的反应，这个上面的确是有性别的这个不同所以这个男性跟女性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在于表情还有言语上的情绪的表达，而不是实际上经历到的这些情绪的经验那么情绪在男生跟女生里面，他扮演的这种所谓性别适合性别的这个角色，可能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它要符合我们社会对性别的期待，或者是个人对于这种男女性别角色的这个期待比如说我们相对的可能会觉得女性更能够表现出伤心跟恐惧的情绪，对不对？所以常常你会有机会经验到，就是女生好像比较会悲伤，或者悲伤的时候让人家更能够感受到她悲伤的这个情绪，或者是她恐惧的时候能够让人家感受到她的恐惧的这种情绪的感受
那这些伤心或者情绪的这些或者是恐惧的这个情绪的这个表现啊，可能跟女性要透过这样种情绪的展现来维持她跟他人的关系啊，这个之间有一定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说，她之所以这么充分的表达她伤心的时候或者是恐惧的时候，其实她可以某种程度上维持她跟别人的这样的一种人际的关系。那男性相对的当你感觉到伤心或者是恐惧的时候，你可能经常会想要去把它压抑它，而反而是当我们感觉到愤怒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自己理所当然非常有充分的理由把我的愤怒给展现出来。那这是为了男性比较倾向说展现自己的这个 power 自己的这个权利，或者是能够占优势之处。相对的，我们对这种要维持人际关系，比如说像是伤心或者是恐惧的，我们反而吝于表现，或者吝于去把它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说男性跟女性，他为了他对于这个人际关系，他可能自己扮演的角色，而去改变或者说调节他对自己产生的情绪的一个表现的这个方式。另外就是说，情绪的表达跟性别的这个阶层之间也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就是相对的来讲这不可否认虽然现在女性运动也很发达，男性跟女性都觉得已经到达了相当程度的这个平权，透过这个教育各种的这个知识的交流、讯息的沟通等等，但是不可否认就整个社会来讲，男女在这种权利跟地位上面，这个还是有差异，那这个也会影响他们情绪的表达上面所展现的这个不同比如说我们看这一张图那这张图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混合的情绪，那么有一个男生的脸，有一个女生的脸，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男生的上半脸其实是一个愤怒的这个表情女生的上半脸也是一个愤怒的表情。但是下半脸，不管是男生的脸或者是女生的下半脸，实际上是一个悲伤的表情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上半生气的表情或者愤怒的表情，跟一个下半脸悲伤的表情，把它整合在一起男生也是如此，女生也是如此。大家看一看这两张照片，会不会觉得说，在男生的这张混合了愤怒跟悲伤的表情的脸上，你仍然觉得他似乎是一张比较愤怒的脸？而相反的，在女生的这一张所谓混合了愤怒跟悲伤的这个脸的时候，你会相对的觉得这个女生似乎是在表达一个比较悲伤的这个情绪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看男生跟女生的这个脸的时候，会觉得说他主要在表达愤怒，彰显他的权利或是地位的这个表情，跟说女生是在表达一个伤心，能够维持他人际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表情，会有一种不同的期待以至于说在这样的一个混合的愤怒跟悲伤的脸的时候，对男性的脸，我们仍然看到这种愤怒的脸占了比较优势的地方，而相对的对女生的这种愤怒悲伤的脸上，看到悲伤的脸占到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成分那在这样的一种这种所谓社会期待这个差异恐怕不是说在成人的时候才突然的变成这样的，或者是为了迎合大家的这个期待，而是从小父母在教导小孩怎么样去适应他所属的性别的这个角色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去调节他的这个情绪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把这些的想法，也就是说因应你的情绪的反应，你应该如何调节这种想法呢？可能很早就植基在我们的脑袋里面，然后一路的跟着这个社会发展，而变成非常的稳固的这样的一个形态。也就是说，对于男性而言，可能父母会不自觉的，或者说是有意的来去鼓励他表达这种愤怒的，彰显他的权利的这样的一种角色一种看法。而对于女性的说，尽量的不要太生气、太愤怒，但是你有伤心或者恐惧的时候，没有关系，大家都会呵护你，会帮助你，然后来维持一个良好的人际的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说对于性别角色的这样的一种期待，那么会怎么样来影响我们情绪的表达的这个反应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下对这个文化的价值的观念
对于情绪表达的这个影响。这个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所谓西方的个体主义或者是个人主义，以及东方比较倾向的这个集体主义上，这个所反映的价值观上的这个差别。在东方所强调的集体主义，通常是强调所谓整个团体、整个社群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依赖以及这个和谐。那么在西方的这个个人的主义点，比较彰显说怎么样能够恰当的彰显我的这个独立性与他人不同之处，这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好，所以这个集体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跟依赖，那么情绪呢，也是帮助我们去维系人际关系或者是这种依赖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介。那个人主义呢，强调个体的差异性跟独立性，所以这个情绪的表达反而是界定个人的独特性或者自主性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我们简单的举两个例子来让大家看到这种文化的差异。比如说，即便在西方的这个社会里面，这个欧洲的意大利人以及美洲的这个加拿大人，假设说他们有一个大家共同要做的这个计划，然后不幸有做到一些挫折、一些失败的时候，这个意大利人相对的相较于这个加拿大人，意大利人是比较集体主义的倾向的。他虽然也算是欧洲文化的这个一部分。所以这个意大利人他的评估就会说，这样的一个失败的东西是因为我个人所造成，我应该要负起很多的责任。那他之所以会做这样的一种的归因或者这个解释，也是要我怎么样能够继续的，虽然我有产生这样不好的负面的情绪，我还要透过这样的一种反应来维持我跟其他人的这些良好的关系。那加拿大人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他会去想要知道说，那到底谁应该负责谁到底是造成这个失败的计划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所以他的这个情绪的反应不见得会是这种觉得悲伤要去跟别人联系，而是说他会很愤怒，而知道说到底谁才是应该要责怪的对象。那同样的我们在看到这个日本人跟这个美国人，他们在这个情绪的表达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们文化、他们所处的社会的这个所带来的文化价值观对他们的影响。那日本人非常的重视，也就像东方文化所强调的集体主义怎么样让情绪的表达能够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这个依赖。而美国人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非常强调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一个社会，所以透过这个情绪的表达来彰显个人的这种独特性，所以这是可以看到文化之间的这个差异。而这些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但会因为文化价值的这个影响，不但是在前端的认知的评估上面可能就会产生影响，那也因为前端的认知的评估的差别，接着它对到最后，当你情绪产生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情绪的反应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